师傅，你在干嘛？这个车停个2、3天，电瓶就没电了，打不着了，我再给它检查一下。这个车不是前2天才在我们这里换的电瓶吗？是不是电瓶的质量不好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你把这个电瓶拆下来充个电吧。好的。再给它换个电瓶试一下。现在再去启动一下。可以正常启动了。车主说车子放个2、3天就没电了，但是搭电打着之后又可以继续开。现在我给他换了一个满电的电瓶，再放个2、3天试一下，是不是我这个电瓶有问题？现在给他把车锁住。Later。现在车已经放了3天了，我来试一下这个电瓶还能不能打着。解锁已经没反应了，这是他的车有问题，现在连解锁都没有反应，肯定是有哪个地方在漏电。现在我要给车主打个电话解释一下，不是我这个电瓶有问题。现在车主让我帮他检查电路的话也要看运气，运气好的话一下就能检查出来，运气不好的话就算把整个车的线路全部拆出来也检查不出来。但是检查漏电也是有技巧的，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先给它换上有电的电瓶，把正极装上，负极先不装，然后把万用表调到20毫安的位置，表针插在这里，再把2个万用表的表针分别装在电瓶桩头和负极线上。我们现在再把车门锁上，把机盖锁上。我们再看这个万用表的数值，正常锁了车以后，这个数值会慢慢下降，下降到 0.05 以下都是正常的。我们多等一会儿，让车上的模块多休眠，看一下会不会降下来。小兰，可以帮我把这轮胎充个气吗？怎么是你啊？可以的，你往里面开一点吧。什么时候换的这个车呀？我去年换的。看看我卖。好了。你给我订个配件吧。你要换什么呀？我给你订。这边的门边的塑料板你给我换掉吧，都发白了，太难看了。你这个不用换，你这个是塑料板，长时间太阳暴晒，老化发白了，可以翻新的。翻新？这不像这车门可以喷漆的，怎么翻新呢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拿。使用这个塑料镀金修复液就可以翻新了，直接把它倒在海绵上，涂抹在塑料板上面。你这还挺明显的，涂抹上去就变新了。你这会不会洗个车就掉了？不会的，这个不是水也不是油，是镀金，用高压水枪冲，用毛巾擦，用刷子刷都不会掉，而且在太阳下面看着更亮更新。你帮我把这一块也翻新一下吧。继续给车主翻新。过了这么久了，电压应该下来了，看一下。你们看，现在数值是 0.25， 没有再下降了，就说明有用电器在漏电，没有休眠。现在我们需要找到漏电的地方，方法也很简单。先把保险丝盒打开，拔掉保险丝，然后再看一下万用表的数值。如果恢复到 0.05 以下，再找到对应的用电器，再继续维修就可以了。外面的保险丝都已经拔完了，没有发现漏电的。再检查一下车内的，把车门锁上。车内保险丝一般都是在方向盘的下面，它这个车是在这个位置。现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检查一下里面的保险丝，里面的保险丝也没有问题。哎，它这个行车记录仪为什么锁车了也不会休眠？我感觉是这个行车记录仪在漏电。我把插头拔掉再试一下。现在再去外面看一下万用表，降下来了 0.05 是正常的范围，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再漏电了。现在问题是解决了，但是这是我花了3天时间才检查出来的问题，该怎么收费呢？哎，不说了，先给车主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情况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阿兰，我花300块钱买了一个驻车采暖。这个驻车采暖，车子不用发动就可以出来暖风，以后去西藏玩的时候，在车上睡觉也就不会冷了。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驻车采暖是怎么安装的，今天我就把这个驻车采暖安装在这个全顺车上面。这个是油箱，
这些是暖风管和线束，这个是采暖主机，这些是爆锅和油管。我打算把采暖装到这里，下面刚好也有进气管和排气管的位置。打2个洞安装采暖机。师傅，我要去拿快递，你有快递要拿吗？有一个，你先去吧，我等会儿发你手机上。这个铁板装上，车在开的时候，采暖机就不会晃动。把进气管插上，这根是排气管。这个眼刚刚打的不对，然后又在这边打了一个。这根是油管。这根是进气管，这根是排气管。把车顶起来，空气滤芯装上。还需要再打个孔，安装油管。油管分开安装油泵。油管需要用扎带固定好，掉了就麻烦了。油泵插头插上，油箱装在车里面，这样加油会方便一点。采暖插头插上，暖风管接上，电瓶负极拔掉，把采暖的电源线接到电瓶上面。这个是多功能的温度显示器，把柴油加在油箱里面，等会儿就可以测试了。现在所有的都已经装好了，打开测试一下。长按开机，采暖有5个档位，可以来回调节。这是温度显示15度，这个是电压 12.4 伏，这个是风机，这是芯杆。用这个温度表测量一下出风口的地方能达到多少度。这温度上的好快呀，一会儿就30多度了，40多度，50多度，再等等看最高能上多少度。马上快100度了，看一下还能上多少度。到了105度，温度就上不去了。车里面太热了，我脱了一件衣服。本来这个车修好是打算一边修车一边旅游的，但是我现在谈了一个男朋友，打算过几个月就结婚了，出去做流动修车这件事只能先放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阿兰，以后这个车就是我的房车了。前2天在车上安装了一个采暖，温度能达到100多度。今天我要把这个内饰再改一下，这个顶棚当时是修复的，有些地方坑坑洼洼的，很不好看。而且这个车里面的空间也比较大，上面的这个阅读灯也丢了，而且也比较暗。我想把这个车顶再刷一遍腻子，看着会平整一点，所以我就买了2个 LED 的灯，还有一桶栗子。把这个 LED 灯拿出来看一下好不好安装。就2根线，一根正极，一根负极，电压是12伏，连接车上的电就可以使用。我还是打算装在原来的位置，先比一下位置，等会儿在这里切个洞，有28厘米，画好位置就可以切割了。先来试一下这个灯，这2根线可以随便接，不分正负极。把车子发动起来，还可以，这个灯挺亮的。这个车只有锁车的时候这个灯才会灭，为了能控制这个灯，我打算装一个这样的开关，以后想开就开，想关就关。想要控制2个灯同时开关，需要重新接1根线。接头插上，卡扣卡好，这个灯就完成了。现在接这个开关，开关打上胶，固定在这个位置。
以后上车就可以随手开灯关灯了。OK， 腻子打开看一下都有什么：一把刮刀，一张砂纸。这个腻子是直接调好的。在刮腻子前需要把座椅拆掉，等会儿干活就没有那么碍事儿了。这个顶棚比较毛躁，需要用砂纸先打磨一遍。打磨好就可以刮腻子了。小时候我天天玩泥巴，长大了玩腻子，这个还挺稠的。小雕，给你一盆，我们一起刮。哎呀！在顶棚上刮腻子，估计全晚也就我一个人了。灯还需要先拆掉，防止刮腻子的时候沾到灯上。腻子我买的是一整桶，有个40斤，刮的有点厚，也不知道到夏天的时候会不会裂开。全部刮完了，现在看着上面还有很多棱角，放一瓶空气除臭剂去除一下味道，等明天腻子干了再打磨一下。师傅你好，你能挪一下车吗？我要从这里过去。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咦，怎么回事？还是打不着。美女，要不换条路走吧？我的车坏了。需要我帮你看看吗？我是修车的。你真的是修车的吗？我还没见过女生修车。我是的，已经修车好几年了。这个是我的修车职业资格证。那要不麻烦你帮我看一下。你的车是什么情况？刚开始是好好的，一熄火就打不着了。是不是没油了？油是今天刚加的。我看看是什么情况。喇叭很小，雨刮器都是很足，上面很多油膜。车窗升降也没有问题。师傅，你刚刚在下面是不是在敲马达？是啊，网上说车子打不着，用棍子敲2下就可以打着了。一般这种情况确实是马达坏了。你刚刚敲击的是这个吧？对，就是这个。马达坏了，换一个新的要200多块钱，可以质保1年。如果能修好，可以少收你一点，但是没有质保，你是要换还是要修？要不你先帮我拆下来看看？可以，先帮你把车拖到一边吧，不能在这里挡路了。哦，你先帮我把马达拆下来吧。先把电瓶桩头拆掉，防止拆马达的时候正极碰到车身。面包车的马达就3颗螺丝，在外面更换马达不需要很多工具，只需要有一个扳手和套筒就可以了。马达已经拆出来了，这也看不出来哪里坏了。你这样看外观当然看不出来的，我给你找个电瓶测试一下吧。这个启动机确实坏了，卡死了不会转。你这个启动机卡死了，不一定能修得好，我建议你还是换一个。也行，给我换一个新的吧，这个旧的就不修了。你在这里帮我看一下工具，我去买个新的过来。我现在给你把新的装上，测试一下新的，新的中间的齿就会转。马达已经装好了，这次应该能正常发动了。
师傅，车子修好了，现在能一把打着了。好的，麻烦你了，多少钱我转给你。这个新的有质保1年，到时候出了问题你来联系我。